哎，王特您好，你好。非常感谢您的课程啊。哎，王特，我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下棋感觉就是有一个瓶颈在哪儿呢？就是在中残转换的时候，就中残转换，我觉得是一个难点。是现在因为布局嘛，对于业余棋手来说，就是我们大体了解一下，就看看，像您啊，抄一个棋手，其实我经常看您的棋谱的，我现在基本上每天都会这几个就是抄这个棋手的棋谱，我都会看一看。你比如说一个开局中炮对平五马，比如说到过河车、炮八平五对车，或者是盘后马，就是我们也知道到那就那样走，其实也不会有过多的去想为什么要那样走，对吧？但是到中局和残局转换的时候，往往就是一个难点，因为我感觉就是开局对我们来说需要计算的东西并不多啊，因为我们选几个比较好的一个布局就去走就行。但是到中残转换的时候，就会有好多选择，往往就会有一个复杂局面怎么去转换到一个简单的一个局面，这个时候就特别难，特别难，就是都不知道怎么去选才会进入一个比较有利的残局，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还有一个王特是什么呢？就是随手棋。我现在就是下棋就是特别痛苦的，就是经常会出现什么场面呢？我相信就我跟业余棋手啊，其实最近我跟职业棋手也经常下棋，就有几个也认识的也经常下棋。就是我觉得我们业余棋手和职业棋手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的随手棋太多。就是有时候我们会下到一个很好的局面，甚至很优势。但是就是觉得我优势很大了，就随便一走一手棋，这样一下就负中有整个优势。这个随手棋怎么克服？现在我们也没找到好的办法。就这两个问题，请教一下。好，我们先一个一个问题来说啊。第一个问题呢是说这个中残转换的对引导。就是说，从中局向残局过渡，是吧？我觉得首先你提问的过程中，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说到的就是开局，首先我们有很多套路，包括我这节课开始也说过了，其实在开局的套路上，我们是基本是不需要计算，只需要按照谱走就行了，对吧？但是呢，其实说如果想提高水平的话呢，其实按谱走，其实对我们提高水平确实是没有多大帮助的。就是说，可能我通过这个按谱走，我可能形成一个比较好的局面。那么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开始，但是我想，其实如果你对自己的就是说，如果有更高的要求，想更有挑战一些的话，其实我建议你去多尝试一些不同的开局，甚至说我们为了提高水平，我们可以少走一些，就是让自己更早的进入这个去思考的这么一个状态啊，这个是我的一个想法啊。那么像你说的，怎么去这个转换局面，实际上呢，这个就是一个，首先这个是一个陌生的局面，那么是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一个，我想是一个形势判断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在转换的过程中，你肯定通过计算能够找到一些选择啊，但是呢，你搞不清哪一种选择是对自己最有利的，是的，然后可能在实战中呢，就选择了一个对自己可能就不太有利的这么一个方向，而不是说可能你看不到什么变化，然后你这没办法走下的不好啊。那我想形势判断的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难点啊，因为这个确实怎么就在我们通过计算可能找到几个方向，每一个方向通过计算形成最后这么一个局面。那么这几个局面相比，我们需要抉择哪一个局面对自己最为有利。就这个问题来说。就是我觉得很抽象啊，就是我很难去把它量化，就是可能我面对这个局面，我有一个评价的一个办法，可能我水平在这里，可能我的这个判断能力就我可能判断就比较准，但是对爱好者来说，可能就确实是判断不准，或者说我也很不太容易把我的这个就是说我怎么判断这个依据去给你通过几句话就给你说清楚。我觉得实际一点呢，还是需要我们去通过训练去实战这么重复这么一个过程。我想你通过这种不断的，哪怕发生问题，然后发现问题去改进，那么通过这种过程的这种重复，我想慢慢的你这个形势判断的能力呢是会提高的。然后另外呢，就是你刚才所说的随手棋，其实随手棋呢。
跟我们计算这个因素呢也有关系啊。就是为什么你说职业棋手他随手棋少，或者说就比较少这种明显的错漏啊？一方面呢是他平时的积累多啊，他这各种局面他可能他认识比较多，他这种错漏啊，就可能有时候也会想到这招是个漏招，但是他很快再往下想一两步，他就发现这个选择不成立，就把它排除掉。但是对于我们爱好者来说呢，可能就这方面的感觉相对比较就不太敏锐。实际上可能这招棋很明显是一个漏招，但是你也不是没计算，但是你可能就粗略的计算之后，可能你就发现它没有问题啊。当然说你克服随手棋一个根本的办法肯定是多算多花时间，那肯定这个随手棋出现的几率就少啊。但是呢，由于我们时间限制，我们确实不可能每一步棋都算得很这个深入。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确实需要一个感觉做指引啊。那么相对来说，你感觉越准，那么你这个走的弯路呢就越少。那么其实我想，就是当然对于你跟实际情况来说，你怎么去平衡，就是一个是多投入时间去避免随手棋，另外一个呢就是去通过这个平时多磨练呢，能够更快的去避免这些错误的这个选择。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需要你去考虑的这个。明白，王特。那另外，王特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您讲到这个计算的深度、广度和精确度。我现在有个体会是什么呢？就是下棋，比如说这个从深度上，我不管是中局还是残局，我如果想到了一个方向，就这个方向我已经想到了，我就这么去杀的时候，其实这个深度有时候觉得就自己感觉还可以，就是我能按照这个方向算的还是很深的。但是现在的我觉得就是欠缺的是广度，就为什么呢？就是最后复盘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很多问题，发现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一复盘，最后就是其实有一步棋，其实是很简单，就是能把这一步棋走出来，就完全是另外一种形式，但是自己当时就是发现不了，就是发现不了。就是那个思路就会往那个思路上去走，然后那一步其实反而很简单很重要的一步棋，就是想不出来。当时下棋的时候就是那就是复盘的时候，因为中间我最近跟那个有些棋友下棋，就是复盘以后，有时候他们会指出来，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棋，但是当时你就是发现不了，这个怎么办？实际上就是计算的一个广度，就是说有各种变化，但是有其中一些变化。可能在当时的情况就是发现不了怎么办？就这个现在也是个问题。这个是这样啊，就首先呢，就是说你说有的棋没看到，有些比如说错漏或者说思维盲点，这个是我们可能每个人都不能说完全避免的，包括对于我来说，可能有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当然呢，更多的时候呢，我们深度、广度这个呢是需要我们去平衡，就是你很难去。就是你如果想算得深，你势必你就要多花时间，那你可能花在其他变化上的时间就要少。那么你如果算得广，那么相应的你可能每一路变化就不能算得太深。这个首先呢，你需要做一个抉择。那么我想呢，比较好的一个就是一个平衡点呢，就是首先我们深度确实由于时间因素要求限制，你不可能说每一步棋算得过于深。就是我觉得这两个呢是需要兼顾的，但是说这个平衡点在哪？这个呢，我一个呢在后面的课程中呢也会提到，另外一个呢，我想，我也会想一想这个怎么能够把它量化，能够对于大家就是说更容易去简单的去操作啊。比方说啊，可能我肯定不提倡，除非你确定这一路变化，这目前就只有一个局面，那你可以一直往深了算。但是呢，如果说比如说这个棋有2-3种选择啊，我建议是每一步棋，目前我的建议是每一步棋不用算太深，更重要的是在比如说这3种选择，每一种选择比如说算个3-5步，那么在之后形成这3个盘面，怎么去选择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相比你这个深度来说。这个我们之后的课程应该还会继续聊。好的，谢谢王特，感谢王特。好。
好，然后我们再来一个问题。喂，你好，王特达。你好，那我就长话短说啊。我这个以前呢，就是喜欢就是做过一些韩剧方面的练习，就是什么连江杀呀，还有 QQ 象棋上面的一些连江杀。现在碰到的问题呢，就是说，一个就是说我也学了一些像顺炮方面的棋谱啊，觉得如果发现一个问题，我走到按照棋谱实战中走到那个军事的盘面，但事实上我走到这个军事的盘面时候，我要守和都是非常困难的，基本上即便能走到这个军事的盘面，我也会输棋。再一个呢，就是碰到残局的时候呢，还就是能很有思路的算一算。碰到中局的话，说是随手棋，说的好听点，实际上就根本不知道怎么算，完全没有思路。就是残局还能算一算，中局根本不知道怎么算，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就这样。对，首先呢，就是像你说做了很多牌局的训练呢，我想这个是提升计算的基础啊，就是我们只有做这个训练，才能说在实战的时候往下想几步棋，而且呢，会让那个几步棋之后的盘面能够清晰的出现在脑子里啊，这个是基本的。那么另外呢，你说的这个就是确实之前提问的也提到过，按照棋谱走到一定程度。那实际上，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就是我们按棋谱走到这个程度，这个实际上哪怕下到这个局面，你再优势，这个实际上不是你真实水平的反应，这只能说我们准备工作做得好，但是呢，这并不能反映出我们这个，比如说综合的素质，就是综合的水平已经达到这个程度了。那么脱谱之后走的每一步棋，我觉得才是就是说我们真正就是说实战能力这么一个体现。那么我们的实战能力和这种单纯的这种比如说杀法的这种计算这种计算能力确实呢是有差别的。实战能力应该说是一个是需要你有计算能力，另外呢就是更重要的，我想呢需要你有一个局面判断的能力，就是你怎么把这么一个可能比较复杂的局面能够找到，比如说一个首先我是该攻还是该守，这个局面我是好还是不好。那么这个呢，其实不是我们通过单纯的，就是说这种计算的训练就能够掌握的啊。所以呢，我觉得计算呢是基础，但是呢，就是说通过实战复盘，包括你说的这个遇到的困难，就是不知道该怎么算，或者说我觉得可能你的问题是中局根本不会算，就是不知道怎么找到可能可行的这种选择，对吧？可能我们之后会提到的计算的广度，其实上是我们能够看到几种选择之后啊，能够去找一个对自己更为有利的。你可能现在的问题就是，可能我找不到什么选择，就是我看到这个局面可能就没有任何思路。对，残局我觉得想法非常多，对中局确实完全没想法。可能相对来说呢，中局还是因为它的子力多，它的环节比较多，相对残局来说呢，因为可能残局就是你需要考虑的因素呢，就比较相对中局就比较简单一些啊，你更容易找到进攻或者说防守的这个方向。中局头绪一多，你可能就没有什么方向。这个问题，那中局有没有什么训练的习题啊，或者什么东西呢？给点习题也可以，我可以练一练。其实中局也是跟这个杀局呢也差不多，也有这种中局盘面，但也就是说，我们拿出一个中局的一个局面，那当然我们首先前提是它这个局面下肯定是有手段，对吧？那我们顺着它这个思路去找它这个手段在哪里啊？是能得子啊，还是能扩优啊，还是能直接就攻杀啊？这种训练呢，我觉得是可以先做一做，然后你再通过一段时间训练之后，你再对局，你再感受一下。就是南宁不上课的这段时间，能不能给我们留点作业，先练一练呢？中局的习题，那好，我再顺便说一下吧，大家现在我这个回答大家都能听到啊。我们下一次课呢，应该初步是定在1月10号左右。那我想这2节课中间间歇也比较长，对吧？那我就先布置，给大家找几个这个中局的局面，大家来尝试一下，好吧？我们回头让这个他们发在这个群里边。好的，有作业就行，
我这段时间刚好那就当成一个作业吧，啊，也是给大家在中间找一点这个就是一些训练的这么一个素材啊。好的，哎，感谢王特达。啊，没事啊。感谢。行，那个笑笑，我那个今天那个回答提问就先到这里吧。然后，我们下次课呢，顺便也大家说一下，就是初步呢定在应该是个人赛之前了啊，初步定在1月10号左右的样子吧，反正5号到10号之间，具体的时间呢，我们在群里呢还是会跟大家提前的通报一下。然后呢，确实我们这个课大家都等了挺长时间，然后呢，中间间隔呢可能比其他课程也长，在此呢也希望大家能多理解那就感谢大家对我们课程的这个关注，然后希望大家呢通过这个学习呢也能逐渐的就是说提高水平的有所收获那我们就课程就先到这里好，那我们再见